香港人有個特色，食嘢要快，行路要快，做嘢要快，所以產生咗茶餐廳嘅模式。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，香煎猪扒、咖喱牛腩、奶茶蛋挞，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，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。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，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。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，2年前，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2位年过70岁的师兄，联手開辦了這家年輕的老冰室。冰室咧就喺19世紀已經喺香港有存在㗎啦，衍生到80年代嘅時候咧，就變咗茶餐廳。凌晨4點半，阮碧豪和師傅開啟一天的忙碌。6點半開門，咁啊麵包啊、蛋撻啊，咁咪應酬佢啦。79歲的周基楚，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，在冰室做西點師傅。半個世紀的專業實踐，磨練了他對出品的一絲不苟，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撻和菠蘿包上。蛋撻、菠蘿包，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裡，這2個應該是重複率最高的名詞。蛋撻在上個世紀20年代誕生於廣州，流轉到香港後名揚海外。逐點改良，類似啊煎蛋一樣，睇點樣滑啲好食啲嘅。整啲粉，我們啲油，咁咪先食到佢軟，然後擠落嘅雪櫃。佢而家要我就切翻硬淨啲，然後先放埋啲水皮嚟再煎。蛋撻皮分為牛油皮和酥皮，傳統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複交錯翻疊而起酥的。周基楚的巧手能將5毫米的酥皮折疊108層，再把酥皮放進圓形餅模，拇指沿模邊柔和的擠壓，再加入由砂糖及雞蛋混合而成的蛋液。手掌與案板無數次的碰撞，手腕有規律的向內旋轉。在半個世紀的光陰裡，周基楚就這樣重複着這一系列動作。菠蘿包的靈魂在於表面的酥皮，砂糖、雞蛋、麵粉與豬油混合而成的黃金片被平鋪在圓滑的白面皮上。隨着科技的發展，機器的精細程度早已高於人手，但周基楚堅持全手工製作。他說，這樣可以帶給粉絲50年不變的老味道。嗱，一間冰室最重要係嗰杯奶茶同埋嘅麵包做得靚，咁就係傳統嘅冰室。茶和奶約定在每天清晨6點半相遇，麵包蛋撻的香味兒從狹隘的空間飄散開。一杯奶茶，一份蛋撻，師徒倆的合作無間，開啟了街坊們一天的能量之源。到了上午10點，阮碧豪開始了冰室另一個招牌餐的準備——火焰牛河。牛河是老廣的叫法，就是牛肉、芽菜炒新鮮的米粉。牛河分為濕炒和乾炒2種。濕炒是炒牛肉的時候要勾芡，炒出來的米粉有汁；乾炒不勾芡，講究肉嫩芽爽，米粉焦香。有人說，乾炒牛河是檢驗粵菜館水準的利器。在阮碧豪看來，炒牛河除了要準備的配料很多，還有極為關鍵的一步。我一入行，我師傅已經叫我搣河粉。佢話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。如果一嚿嚿咁樣炒，啲牛河點會靚啊？猛火快炒，鑊氣重，粉不粘鍋，不折斷，香而不膩。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，
因為用筷子炒呢啲河粉就唔會斷，同埋好均勻嘅炒得。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，是因为这當中有他獨創的一個工序，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燒粉的表面。河粉係米做㗎嘛，燒完佢之後咧就有米香嘅味啦，同埋牛肉咧都有燒過嘅味道。干炒牛河簡約而不簡單，對一般食客來說，它可能僅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，但對老廣而言，它卻是一塊測試粵菜廚師手藝的試金石。從凌晨4點半到晚上10點，師傅和師兄專注在麵點房，阮碧豪忙碌於店前。唔會做多嘅，因為師傅師兄咧年紀就大㗎啦，每日咧都係限量發售，下晝5點鐘賣完我哋就算數。唉，辛苦冇辦法啦，但係中意做呢行，鬼叫佢自己好食咩？從模仿到創造，靈活的香港人海納百川地接收着來自各地的文化，又將精髓融匯一爐，打造出冰室這種獨特的文化。凍奶茶，點上一杯奶茶，將一小塊黃油裹在菠蘿包上，滿滿咬下去，口裏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。我哋係同師傅咧，為咗一樣嘢，做有人情味嘅冰室。無論腳步走多遠，家鄉的味道總是熟悉而頑固，它讓異鄉遊子魂牽夢繞，朝思暮想。阿貴啊，今天我叫你做那個野雞卷啦，是我們順德的經典的名菜來的啊，有100多年的歷史，但是操作起來做起來很繁瑣，不容易做好。不定期地給越南徒弟傳授家鄉菜的做法，是歐培彪在異國他鄉創業後的堅持。歐培彪傳授的野雞卷，是順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範菜式。這道菜式取名野雞卷，卻跟雞沒有任何聯繫，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。用豬的肩膀到後腰10公分最厚的那點肉，為什麼呢？那個地方的肉比較細膩緊密。要讓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後，做到外脆裡嫩、香而不膩，刀工是成敗的關鍵。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，瘦肉也一樣。肥肉薄了容易穿，厚了口感不好。如果那個瘦肉厚了，口感就柴了，不好吃了。30厘米長，20厘米寬，2毫米厚最標準。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鐘，既可去腥臊，又能增添酒香味兒。瘦肉啊，要放雞蛋、鹽巴、醬油，還有一點點生粉，啊，還有一點點酒，醃它大概是20分鐘內，就可以肥瘦合併捲起來。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併，搖身一變成為粗料精做的肉卷。入爐猛火蒸20分鐘，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溫成硬塊，才能刀切不爛。最起碼要砂鍋要110度，就把那個野雞卷馬上收緊，慢慢的把那個油逼出來，它是外酥裏嫩啊！林生好，聽日揾龍頭魚啊！喂，呢2日刮大風咁喎，唔知有冇喎？我打個電話幫你訂啦。啊，又要訂食蟹唔好多喎呢輪。今晚啊，順德房留俾你最大嘅順德房嚇，你訂嘅大海膽啊，各方面都已經留好咗啦。午市過後，歐培彪將主戰場轉移到手機上，時刻的來電既是驚喜又是壓力。張生你好，係你要個龍頭魚啊？係。林哥，聽晚啊擔埋咗要6斤龍頭魚，有冇貨？要6斤咁多，你得5條，6條，加埋裏邊都得6條。啊，即係個市場就揾，我又打電話，你又打電話，即刻安排好。有時咧，其實啲客人揾啲嘢都幾撩楞嘅，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，我都盡能力去同佢揾。
食客们喜欢称呼欧培标为顺德标。今日的风光源于欧培标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。初嚟嗰陣啊，玩過1、2次之後咧，感覺到呢度個環境好，海鮮啊各方面都好新鮮好靚，燒烤啊、煎炸啊咁啊為主嘅啦。比如蒸條魚啊，佢都唔識蒸嘅，魚鱗就掛得唔清，魚須都唔滑，咁啊點食咧？咁我行咗呢度見到咁嘅情況，啊咦有商機喎！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，啊呢度食材又靚，嘗試下將我哋嘅順德美食推廣下，睇下得唔得啦咁樣。广东人喜欢说干就干。5年前，顺德人家成为岘港第一家传统粤菜馆。顺德野鸡卷配越南野菜，家乡扣肉，每一道菜欧培标都手到擒来。但即便这样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順。我哋初都冇考慮到咁麻煩、咁複雜嘅。再聘請人員嗰陣，好似廚房啲兄弟帶啲徒弟，龍口學不如咁，各方面好多乜嘢微料咩微料完全唔符嘅，做唔掂嘅。咁啊後期咧就全部喺國內廣州、佛山批發，咁先係真正做到今時今日我哋個菜係嗰個味性。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，欧培标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，解食材与配料的结，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。直到客似云来时，欧培标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。这天，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，欧培标在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。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，正面看有点像龙头，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。龙头鱼的学名叫单鱼，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。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。这里有龙头鱼啊！哎，哪里来的？富贵岛。富贵岛，富贵岛的。南部的。南部的，也是越南的。他说这个市场没有了，他不对啊卖的。对，我跑了几个市场来，全卖给我，看多少钱。夠晒大條呢啲，夠晒大條，全部收貨。欧培标最拿手的是枣蓉清蒸龙头鱼和金沙龙头鱼。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，加入陈皮丝、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10分钟，再放到蒸炉猛火蒸10分钟，淋上沸腾的花生油，粤式食材广式做法，出品很受欢迎。嚟咯！最後一道主菜啊，龍頭魚啊嗱，平時好難揾噶嘛，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，我就剩翻幾條自己食埋佢咯，平時都少食啦。呢個係酸湯嘅，酸湯煮嘅龍頭魚嚇。野雞卷咧，有啲又怕熱氣，東南亞嘅雜草啊，包住嚟食，下火輕熱。好嘢。記住啊！生于顺德，长于顺德的欧培标，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。从某一种角度来看，正是因为有了欧培标这样的粤厨，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，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。